我明明觉醒了神级职业无尽剑仙，却被未婚妻嘲讽是最没用的垃圾，不仅当众羞辱要与我退婚，甚至转身就投入了我弟弟的怀抱。只因弟弟觉醒了超稀有职业双元素神圣法师，仅需动动手指便能轻而易举成为战场的主宰。可我却觉醒了人人唾弃的剑士职业，因为剑士如果想要达到极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氪金买资源才能脱颖而出。但是平民家庭根本无法承受这些开支，所以他们笃定我永远无法成为强者。可对此我却毫无波澜的冷笑一声，因为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觉醒了天赋无尽剑意，从而激活了唯一隐藏职业无尽剑仙，所有剑术技能都蜕变为剑仙专属技能，十方剑意、万剑归宗、御剑术，每一个都是毁天灭地的强大存在。最关键的是，剑士职业是世界上最让人看不起的职业，因此剑士技能书更是多如牛毛，价格低廉。而那些垃圾的技能书到了我手里后，全部能变成剑仙级别的大杀招，那众星捧月的弟弟恐怕也挡不住我的一招半式。就算是那些有着史诗神话等级装备的至高存在，跟自己比起来也不过是蝼蚁而已，更不要说是那些目光短浅羞辱过我的人，我必定要让他们跪在面前后悔不已。但目前最需要的还是时间，毕竟虽然我有着一身的通天本领，现在却还没有完全掌握。为了半个月后的联邦军校考核，我必须尽快熟悉自身战力，而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进入秘境实战。第二天，我来到了新手秘境黑暗之森，这里的怪物等级在1到10级的范围，这种低级秘境在我变态的剑仙职业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等级相对较低的秘境，是想要先验证下自己的能力，其次是想独自一人攻破整个黑暗之森。因为如果是单人通关秘境，就会获得一件神话装备，它不仅没有等级限制，还会随着等级变化得到进一步提升，有着强大且稀有的属性加成，是令无数职业者为之疯狂的神话装备。然而在规则降临以来，还从未有人能够在同等级情况下独自攻略秘境，反倒是有无数的职业者死在了秘境之中。在进入秘境后，我身上的衣着也随着规则发生了变化，不仅衣服变成了一件破烂铠甲，手上还提着一把毫不起眼的木剑，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穷酸气。刚刚走进去没多远，我就看见了一支10人小队在战斗，弟弟林聪赫然也在队伍之中，身旁还有着我那未婚妻柳如烟。他看见我那寒酸至极的模样，满脸嫌弃说道：“你可真变态，居然跟踪我！”听着那不屑的语气，我后槽牙都差点咬碎了，冷冷说道：“就你也配！”此话气的柳如烟就想给我一个大逼斗，但我却轻描淡写反手抓住了他的玉手。柳如烟顿时吃痛，向一旁的林聪撒娇求助。见此一幕，林聪眉头一拧，开口道：“哥，你过分了！”看到弟弟的表现，我心中不禁冷笑，他竟要为了一个女人跟我反目成仇。与此同时，周遭的小怪也被小队全部消灭，众人也纷纷将目光投向我的身上。一个装备看起来不错的战士一脸嫌弃地说道：“林聪，你要是带着你哥哥一起，我们可要加钱哦，要不然我们可不干。”还不等我说话，旁边几人也发出阴阳怪气的讽刺：“那不是，我们可不接受拖油瓶，剑士没钱氪金买装备，就老老实实的回家种地去吧，这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听着众人的嘲讽，我顿时握紧了拳头。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所有人都只会对强者低头，对弱者鄙视，更别说我还是世界最底层的垃圾剑士职业。但我迟早会让他们跪在我的脚下颤抖。深深呼了口气，将躁动的心绪平静下来，不再理会众人，大步的径直向前走去。看见我这般模样，林聪淡淡问道：“你这是要去送死吗？”柳如烟死死盯着我的背影，眼神中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林聪，你管他干什么？你管得了一时，能管得了一世吗？他一个废物剑士，这辈子已经没有出头之日了。可听闻此话，我却嘴角上挑，不屑一笑：“快闭嘴吧，一群废物！”林聪听完，顿时满头黑线，就欲发火了。怎料下一秒，脸上就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就连其他人也同样如此，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个个张大了嘴巴。只见我手中的破木剑随手一抛，轻声喝道：“御剑！”刹那间，破木剑便迎风暴涨，眨眼间变成足有2米半的巨剑，其上萦绕着丝丝光华，恐怖的剑气卷起一阵狂风。紧接着，在众人满是惊惧的目光之中，我纵身一跃，跳到了巨剑之上，化作一道流光破空而去，眨眼间就消失不见，只留下在场众人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在沉寂了2分半后，众人瞬间一阵哗然，这尼玛是剑士职业，剑士会飞啊！谁能告诉我那把巨剑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家伙该不会有着神话装备吧？此时众人皆是都惊掉了下巴，就连林聪也彻底变成了哑巴。而站在边上的柳如烟直到现在都没有回过神来，他此时已经被惊得瞳孔地震。这是垃圾剑士？你告诉我这是垃圾剑士吗？我的个亲老爸，你给我退婚的这是个什么怪物啊？虽然柳如烟不知道我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但是仅凭能够御剑飞行这一点，就足以让联邦所有的职业者为之震惊，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会飞的剑士。然而此时我已经御剑来到了黑暗之森的中心，屹立在巨剑上，浑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像是一颗金色的太阳居高临下，睥睨众生，周身裹挟着凌厉的剑气，无数技能像不要钱似的从我手中不断丢出去。十方剑意，万剑归宗，伴随着一声声巨响响彻云霄，数不清的剑气纵横交错，令得大地都为之颤抖，就连万米之外的林聪小队都被这无尽的威压和剑气压得喘不上气来。他们只看见黑暗之森被层层剑气笼罩，虚空中交织成无尽剑幕，散发着阵阵恐怖气息。下一刻，无边无尽的漫天剑意缓缓汇聚成一团耀眼的光华，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笼罩在黑暗之森的阴霾在强大的冲击下尽数溃散。一瞬间，黑暗之森陷入了一片死寂。良久后，林聪才茫然地说了句：“怎么回事？”随即众人立即就要前往中心点勘察。而在一路上，众人就震惊不已，因为此时整个黑暗之森已经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的小怪随处可见，甚至还偶尔能看见1、2个精英怪。从外围一直到中心点都找不到一只活物。看到这番场景，林聪彻底傻眼了。虽然目睹了老哥御剑飞行，但是在如此剧烈的战斗中心，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而就在此时，每个人的意识中都出现了秘境通关提示：单人通关秘境，奖励神话级装备。这一刻，不管是秘境中的闯关者，还是秘境外的联邦民众，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下一瞬，整个联邦都欢呼雀跃起来。在规则降临的20年里，从未
未有相同级别单人通关秘境的先例。可今天居然有人打破了历史，那些联邦军团和大家族的人立即召开会议，都想先一步将这个传奇人物收归麾下。与此同时的秘境深处，林聪小队匆匆赶到，他们目瞪口呆看着我站在了 BOSS 尸体旁，地上还散落着一些不值钱的低级装备。他们并不知道我刚刚通关了秘境，并且获得了传说中的无级别神化装，因为那件神装此时正被我穿在身上，完全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林聪3步并作2步冲到我的面前，询问我是怎么能够御剑飞行的。闻言，我嘴角蠕动后，还是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自己本想揶揄瞧不起自己的弟弟一番，可是想想大可不必暴露自己的秘密，于是表示不过是碰巧觉醒了御剑天赋罢了。闻言，众人纷纷皱眉，因为从未听说过有谁能觉醒这种天赋，但他们也没有过多怀疑，毕竟这个世界上稀奇古怪的天赋实在太多。接着，林聪指着地上的 BOSS 尸体问道：“哥，这是你干的？”我摇了摇头，表示怎么可能？你看我能有你这个双元素神圣法师厉害吗？听完后，众人顿时露出鄙夷的神色，而林聪也没有多想，毕竟就算自己老哥会飞，却不代表强悍，跟自己的双元素神圣法师比起来，也只是垃圾。随即便带着团队成员离开。2天半后，我在黑暗之森秘境门口将仓库里的材料和技能书全部以低价卖了个干净，只留下了一本剑士专属的寒霜剑法。5天后，我来到了50级秘境焰火岭，这是一转职业最容易陨落的恐怖之地，因为这里精英怪众多，并且随处都是50级的火龙和50级怪物，只有2转3转职业者到了这里才有能力接触到 BOSS。可是想要通关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此时，一支6人小队正在外围刷怪，他们不仅团队配置豪华，还有着3个2转职业带队，并且全队的装备都十分惊人。而在此时，我突然化作流光出现在了他们侧方。小队内的一名女生见状，顿时惊呼了一声，因为我的装备不仅看起来平平无奇，更重要的是等级也仅有15级，这是怎么能够进入50级的焰火岭的？而女生的身份可不一般，她是联邦最大家族奥莱家族长女苏菲，是和林聪一样有着双属性的神圣法师，身上那套色彩斑斓的套装都价值800万金币了。不过对于奥莱家族来说，800万只是9牛1毛。可还未等我开口，一名手持光明巨剑的战士就高傲地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口，身上闪烁着光滑的铠甲与他那傲然嘴脸相得益彰。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是谁带你来这里的？众人也跟着你一言我一言的出言嘲讽。对此我一脸淡然，盘算着要用什么方式才能最快通关焰火岭。原本还觉得苏菲这个美女的态度很好，想回一声，谁知道这些不长眼的狗跑出来狂吠，自己也就懒得再搭理了。见我迟迟不说话，战士再次呵斥一声：“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吗？看来是个傻子，就让我送你一程吧。”说完抖了抖手中的巨剑，在他们这些有钱人的眼里，穷人完全不值一提，就算是杀了也最多是赔点钱而已。但是只要能博得美人一笑，这点钱对他们来说算什么？众人就像是看着一个死人一样看着我，可下一秒他们突然张大了嘴巴，一名法师精的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其他几人也一个个的面露震惊。只见我御剑而起，直冲云霄，朝着焰火岭山巅急速飞去，转瞬间就傲立于云层之下。我新学的寒霜剑法在触发无尽剑意后，蜕变成了剑意寒潮。这个技能就像是专门针对焰火岭量身定制的，一剑挥出便能冰封万米。随着我疯狂的甩出技能，整个焰火岭的温度骤然下降，方圆万米都变成了极寒之地。6人小队前一刻还处在烈焰灼热下，此时却直接被冻成了狗，一个个不仅要抵御强大的剑意威压，还要颤抖着抵御寒潮。突然间，一条提示在所有人脑海中响起：单人通关秘境，奖励神话级装备。一瞬间，联邦众人彻底惊了，而秘境中的6人小队齐刷刷的仰着头，看着云层下那道傲然伫立的身影，惊得合不拢嘴。一个惊骇的猜想在心中蔓延：难道是刚才的那个15级的剑士？单人通关焰火岭也太恐怖了吧！就连奥莱家族的精英加起来都不敢保证。而苏菲却没有说话，正在原地紧紧盯着那道金色身影掠过天际，眼神之中满是痴迷之色。而这一则消息再次震惊了整个联邦，联邦军团和那些大家族到目前为止都还找不到3天前单人通关黑暗之森的一点线索。然而仅仅5天之后，又有人单人通关焰火岭这个一转死亡之地，这简直就刷新了大家的认知。联邦军团和那些大家族再次紧急召开会议，试图找出这个神一般的强者。只不过没有人会联想到，这2次通关的竟是同一个人，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只是个表面上看起来只有15级的一转剑士。时间来到家中的晚餐上，父亲不断的给林聪加菜，鼓励他明天的军校考核一定要大放异彩。对此林聪也是胸有成竹，毕竟他可是规则降临20年来为数不多的5位双属性神圣法师之一。而不被看好的我则是被晾在了一旁，看不下去的母亲当即给我加了一块肉，却瞬间引来了父亲的白眼。这么大了能不能学会谦让？你弟弟明天考核很重要，以后要有点眼力劲，别总是添麻烦。父亲话语中的偏袒顿时让我身体都微微颤抖，内心更是无比的不平衡，苦笑一声表示自己也要去参加考核。闻此父亲顿时冷笑一声：你是要去给我出丑吗？听到这话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回呛道：我说了我也要去，而且我不用家里的钱，我自己有。说完后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放肆！父亲厉声呵斥一声就要发飙，母亲见状赶紧起身拦着父亲，这才让他气哄哄的坐了下来。而在房间内听着父亲跟弟弟的谈话，我更加心绪难平。原来他们已经跟柳如烟家里商量好，等弟弟进入神圣军校之后就给他们订婚，这令得我再次彻夜难眠，真是离了个大谱。原本是自己的未婚妻，现在竟然变成弟弟的了。第2天，来自整个蓝星的所有学员
人都聚集在联邦军校门口，而我和林聪自然也在其中。这时，一道美妙的声音传来：“林聪，这边。”只见苏菲扭着曼妙身姿缓缓走来，身边还跟在奥莱家族的专属护卫。当见到我的瞬间，苏菲明显愣了一下：“是你？”林聪满是诧异地看向我，开口问道：“苏菲小姐，你跟我哥认识？”闻言，苏菲这才知道我是林聪的哥哥。就在此时，另一个美妙的声音也响起，只见柳如烟跑到林聪身边，挽起了他的胳膊。见此，我当即扭过头去，不想见柳如烟这个势利眼，但恰好又与苏菲四目相对。他好奇地细细打量着面前的我，明明只不过是个18级的剑士，那天怎么出现在焰火岭的时候是15级，而且还好巧不巧的有人单独通关焰火岭。苏菲一度猜测是不是就是我的杰作，但一想到这，他就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毕竟我的等级摆在那里，想要通关焰火岭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这时柳如烟对着我不屑地嘲讽道：“你也跑到这里来，难不成是想进入联邦军校？”我瞥了他一眼，毫不留情地对了回去：“关你屁事！你什么货色也敢对我说3道4？”林聪见状，生怕我俩爆发矛盾，导致他夹在中间难堪，于是便出言打圆场：“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去报名了。”随即拉着柳如烟的手走向了报名点。我冷哼一声，二话不说的也跟着走了过去。报名处的导师看着资质平平并且等级只有18的我，冷漠地挥了挥手：“小伙子，这里不是普通高中，而是联邦军校，报名费3000金币。”闻言，我二话不说，直接掏出3000金币摆在桌上。教官有些诧异地看着我，最终也没说什么，直接收下金币，填上了我的资料。而林聪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哥真的已经报名了，但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苏菲看在了眼里，这也令得他对我越发好奇。在他看来，3000金币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一笔数目了，就连林聪也是靠着他们家族的资助才能报名，但是我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拿出了3000金币，这也说明我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在报名考试结束之后，便开始了考核。广场中建立起了一个30级的小型秘境，与现实秘境不同，其中一切都是幻想，并不会产生生命危险，但是必须通关才算通过考核。同样要击杀幻象中的所有怪物，以此来判断考核者的实力。随着考官一声令下，考核者们一个个进入了秘境中。然而5个小时过去，300个人中仅有寥寥12人堪堪通过。今年考核者的实力相对较弱，看得考核官都连连摇头。很快就轮到了林聪进入秘境。有着双属性的林聪在秘境之中如入无人之境，只是短短数分钟就冲到了秘境巢穴，顿时令得全场爆出阵阵惊呼。面对高于自己5级的 BOSS， 林聪也爆发出了令人惊叹的实力，只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就成功通关，这顿时再次让现场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双属性神圣法师简直恐怖如斯，而赞助林聪参加考核的奥莱家族也是十分激动，他的脱颖而出将会为奥莱家族以后的成就添砖加瓦，使其超然地位更加稳固。终于轮到了我最后一个上场，因为在报名的时候教官觉得我是个弱鸡，所以将我安排在了最后。林聪见我走到了秘境前，顿时睁大了眼睛，他不敢相信我居然真的报名了。见我走到了秘境前，顿时睁大了眼睛，他不敢相信我居然真的报名了。苏菲看着我的俏脸上带着一丝期许以及一丝难以言表的神情，暗暗想着我是否能通过。而柳如烟见状则是阴阳怪气的说道：“林聪，你爸妈该不会是拿着彩礼钱给你哥报名了吧？”对此林聪也是无言以对。此时教官站出来震声宣布，本次考核最后一位学员为凌晨，职业剑士，等级18。话落，现场顿时笑声一片，这家伙是疯了吧？18级剑士还没有装备是跑来丢人了吗？他18级都能去考核，那我20级是不是也能通关？就连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也瞬间炸裂，所有人都觉得我只是一个笑话，18级根本应付不了30级的虚拟秘境，再加上我那毫不起眼的平凡天赋。然而面对现场的质疑嘲讽和冷言冷语，我却一脸淡然地踏入了秘境之中，所有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在进入秘境之后，我扫了眼周遭的环境，这里就是个模仿黑暗之森的秘境，眼前也是一片迷雾重重的森林。我嘴角轻挑，不再犹豫地抬腿走入森林之中。霎时间，森林中惨嚎四起，无数飞鸟冲天而起。众人见状顿时一阵惊疑，因为我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就像是受到了某种干扰导致影响变得模糊。但诡异的是，只有我的身影变得模糊，周遭的环境却十分清楚。突然间，一道光亮在森林深处骤然爆裂，整个幻境充斥着耀眼的光芒，令得现场众人不由得闭上眼睛。下一瞬，一声巨响传开，现场掀起了一阵气浪。广场中的幻象秘境在巨响后已消失不见，只有我负手而立站在广场中央，周身萦绕着丝丝光华。霎时间，整个现场一阵轰动，观众们纷纷惊呼：天啊，他居然直接把秘境给毁了，这算不算通关啊？而且他使用的招式也太强了吧，到底是什么职业才能有这种毁天灭地的能力？林聪眼神复杂，紧紧盯着我，他十分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一个废物剑士能如此轻松通关？难不成是自己看错职业了？但很快他就不愿相信的否定了这个念头，认为我一定就只是个普通剑士，同时心中感到无比的不甘。明明自己是稀有的双元素法师，通关速度却没有一个垃圾剑士快。柳如烟见此一幕也是一阵失神，是父亲和自己眼花了吗？难道说凌晨才是最厉害的？苏菲则是美眸含笑看着场中的我，脸上充满了欣赏的神情。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我的境界已经达到了2转20级，在通关焰火岭的时候，经验和装备都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我的境界等级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别人都以为我是1转18级，并且我身上还穿戴着秘境爆出来的橙色级神话装备，更是极大的增幅了战力。与此同时，联邦军校的考核官们也是目瞪口呆看着面前的一幕，对此也感到十分不解，一个废物剑士职业居然能有如此强大的能力吗？接着高声宣布本次考核结束，本次出考名单已出，3个月后将进行下一轮考核，不到4转的直接淘汰。林聪凑到我身边，皮笑肉不笑的说道：恭喜你了哥，不过这只是一个初试而已，希望你能在3个月后到达4转，这样才能看看咱俩谁更强。林聪的想法很简单，他有大势力扶持，还有老师教导，成为4转简简单单。但我虽然战力强悍，但职业终究是剑士，没有大势力愿意将资源倾注在一个陌生人身上，而这就是我的短板之处。对此我一言不发，扫视了周遭
遭一眼，看着四面八方要围过来的媒体记者，眉头一皱，直接使用御剑术离开了此地。因为我现在还不想太早成名。众人见状，顿时一阵惊呼：他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还会飞？难道是之前单人通关焰火岭的那个强者？要当真如此，他足以被称为剑神了。而苏菲则是表情复杂，看着我离去的背影。这个男人真的好神秘。离去的背影，这个男人真的好神秘。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人自己从未听说过？倘若能招揽到麾下就好了。然而林聪此时却十分郁闷地暗自握紧了拳头。自己的职业都这么强大了，为什么还没有他厉害？我真不甘心啊！走着瞧吧，3个月后我就让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在离开考核地点后，我并没有因为通过初试而开心，因为要在3个月内成为4转才有资格继续考核，所以眼下我必须要快速升级，并且一边清点的通关爆出来的装备，其中紫色的有1425件，蓝色的有658件，青色的85件，绿色的9件，橙色的2件。大多数的平民们穿的装备都是紫蓝色为主，一件2转紫色装备能够卖到几百上千金币，白银蓝色装备可以卖到上千，青色的价值就高了很多，基本上都是以万为单位，并且数量稀缺，全部算下来的话，自己的资产也有上百万了。但我更加看着的是那2件神话装备：黑暗之弓，橙色级神话装备，攻击力加1000，攻速60%，暴击20%，穿甲加20，被动黑暗缠绕，可以束缚敌人3秒，来自黑暗深处爆率极低，打穿黑暗之森有几率获得。在看完这个逆天的强大属性后，我的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这要是放在市场上绝对能卖到上千万金币，一些弓箭手甚至会砸锅卖铁抢破头颅。除此之外，我还有着另一件武器：火焰王剑，橙色级神话装备，攻击力加1000，攻速50%，暴击20%，穿甲加20，被动灼烧，10秒内造成300点真实伤害，可随等级提升。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王者之剑，爆率极低，打穿焰火山有几率获得，这令得我再一次陷入震惊。这把武器又是全球唯一的第一把，2次通关都给了我2把神话级武器，一个黑暗之弓，一个火焰王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简直就是欧皇附体。焰王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简直就是欧皇附体。但黑暗之弓并不适合我使用，所以我考虑将它卖掉。如果能卖掉的话，自己就是千万富翁了，在大陆上也算得上是一个中产。虽然这个钱看起来赚得十分容易，但也就仅限于我而已。毕竟其他人想要打穿秘境，就必须要工会全部出手或者派出军队，可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就算得到神话装备也不够本了，也只有我这种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做到零成本通关，任何人都别想复刻我的成就。念及此，我不由得咧嘴一笑，自己这次真是赚大发了，保守估计都超过2000万了。回到家后，林聪和父母正看着电视里的一则新闻，上面播放着一道看不清脸的身影直冲云霄，爆发的余威直接干掉了山上所有魔兽。母亲惊叹道：“这人可真厉害！”就连父亲也严肃点头，能够只用余威就灭掉山上所有魔兽，其战斗力必然强大无比，惊世骇俗。可见此，我却直接愣住了，这不是我吗？林聪朝着我炫耀说道：“哥，你是不知道，我今天正好在现场目睹到了这件大事。那个大佬冲关的时候，我看到一清二楚，实在是太强了，强到令人发指。你要是在现场，一定会惊掉下巴。而且仅凭借一把普通武器就有如此实力，真的太让人震撼了。”林聪越说越兴奋，就好像电视里的人是他一样。在听完后，我哭笑不得，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上了新闻，还被冠上了一个剑神的名号。我不过是一个2转而已啊，哪能担当得起如此强大的名号？但是所有人都完全把电视里的自己当成了一个绝顶高手。父亲感叹到，自己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强大的人物，只用一把普通的剑就以一己之力通关黄金秘境，此人的实力简直强大到不可思议。闻言，林聪也附和道：“确实如此，他实在太强了。今天教官告诉我，剑神的实力能抵得上一个工会和家族了。如果某个普通势力得到他，瞬间就能够成为大陆顶尖。”说到这，林聪惋惜地叹了口气，只可惜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不见了。我坐在旁边默默听着他们的话，寻思自己貌似也没有那么厉害啊，我只不过是想试一下技能万剑归宗的威力而已，没想到竟然引发了这么大的轰动，甚至还上了新闻，搞得满世界都在找自己。这时林聪得意地说道：“爸妈，我今天通过联邦军校的初试了。”闻言，父母均是大喜过望，若是林聪能上神圣军校，林家将会彻底改变。这时我也淡淡说道自己也通过了，可听闻此话，父亲却眉头一皱，他实在想不通一个剑士为什么也能通过试炼，于是冷声质问我是不是作弊了，有没有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在他的认知里，剑士这个职业天生就是给人家当牛马的，根本没那个能力通过测试。闻言，我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原本以为会得到家里的夸奖，却不曾想得来的却是父亲的质问，当即指着林聪说道：“弟弟当时也在现场，不信你问他。”想得来的却是父亲的质问，当即指着林聪说道：“弟弟当时也在现场，不信你问他。”可当一家人的目光放在林聪身上时，他却支支吾吾的不肯说话。父亲见状不屑的冷哼一声：“别以为自己通过了就觉得了不起，剑士这个职业天生就不适合我们穷人，只有你弟弟才能让我们林家辉煌起来。”母亲在一旁拉着父亲劝解道：“你少说几句行不行？晨儿通过了，我们应该为他高兴才是。”然而父亲却反驳道：“剑士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那是要吃掉一座金山的，谁肯愿意为他投资让他成长起来？你看看咱们聪儿的双元素法师，那么多人抢着要资助他升级，简直不要太简单。”闻言，我的心绪顿时一落千丈，彻底心寒。原来父亲对自己这么不看好，但这也让我的心中燃起一股不甘的火焰。我也一定要进入神圣军校，我要靠自己跨入4转的领域。于是我在心中默默下定了决心，首先就是离开家里，给自己买一套房子单独住，在家里待着实在是太遭罪了。然后就是抓紧时间修炼升级。这时林聪笑着表示自己还有一个好消息，奥莱家族和我签合同了，并且还送了我一栋别墅，我打算让你们住过去。闻言，父亲顿时感到十分惊喜。可这时我突然开口道：“我就不一起过去了。”母亲闻言有些急切，询问我为什么。我刚想随便找个借口，就直接被父亲打断了。这样挺好的，就让他留在老房子打扫吧。次日，我一大早就离开了家里，打算卖装备换钱搬家。随后我
直奔着高档购物区，想要将黑暗之弓卖掉，反正这东西自己也用不上。奔着高档购物区，想要将黑暗之弓卖掉，反正这东西自己也用不上。刚进入就有一名身穿职业制服的美女迎了上来：“先生，您是要购买还是出售呢？”女人名为许柔，是高档区的负责人。她面带微笑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浑身的穿着加起来都没超过1000金币，一看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男生，还如此年轻，实力恐怕才不过1转而已。这样的人他见多了，不过是来高档区见见世面而已，并不会消费，所以才主动上前询问，想要我知难而退离开这里。然而他却不知我是有备而来。我回应到自己是来卖装备的，并且一边打量着许柔姣好的面容。听闻此话，许柔当即愣了一下，难道自己看走眼了？这个穿着低档货的年轻人竟然来这里卖装备？不太相信的许柔再次跟我确认了一遍。闻言，我有些不悦的眉头一皱，我有一件神话级橙色装备，能不能卖？此话一出，许柔脑袋当场轰的炸裂，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震惊。先生您贵姓？请随我去贵宾室详谈。片刻后，我坐到了贵宾室内，面前还端放着一杯咖啡。不过此时许柔还是有些不相信我能有神话装备，毕竟那种东西一只手数得过来，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一个1转的年轻人身上？怎料下一秒，我直接将黑暗之弓拿了出来，一股黑暗魔力出现，包裹在弓弩之上。房间内的灯光瞬间暗了许多，突然出现的程武立即让许柔移不开眼，死死盯着这把武器。待他查看过黑暗之弓的属性后，更加的震惊，因为这竟然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一把程武。他的内心震惊的同时想到了一个可能，听说昨天有人速通了黑暗之森，难道你就是那位剑神？许柔不可置信的盯着我，想要在我嘴里得到确切的答案。毕竟最近剑神的热度可谓之高，无数人都想知道剑神是谁，甚至不惜斥巨资也要得到他的身份。但我却不想这么早就出名，否则容易夭折。于是我否认，说到自己只是帮人代卖而已，哪里是什么剑神？闻言，许柔再次傻眼了，随即细细打量着面前的我，觉得我是剑神的可能性也不大，毕竟我看起来才不过20岁左右，怎么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实力？剑神那种人物一看就是100级以上的高手。许柔有些羡慕问道：“那您一定认识剑神吧？”我皱起眉头不悦说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你就说你们收不收这件装备吧。”此时许柔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界了，当即恭敬地向我道歉，并做出承诺，不会透露出我的任何消息。如果决定好了要出售这件装备，我们会尽快给您做出宣传，并立刻召开拍卖会。对此我坚定地表示已经想好了。于是许柔便收起了黑暗之弓，准备离开，可我却突然叫住了他，表示自己还有其他的装备要卖，说着将一堆的白银黄金级装备拿了出来，让他看着卖了就是。许柔满是震惊地看着面前的上千件装备，要知道程武毕竟只是少数，这种普通装备才是主流选择，这些装备起码可以卖上千万金币了。此时他已经对我真正的刮目相看了，幸好他没有以貌取人，不然也不会有如此多的业绩了。接着表示这些装备很快就能给我结款，但是黑暗之弓就得等一些时间了。随后便起身离开了贵宾室。在许柔走后，我又拿出了几件绿色的铂金套装，这是我留下适合自己用的。第一件为火焰胸甲，能增加500的防御和50的力量，被动灼烧一定范围内敌人，每秒钟造成100伤害。除了这以外，还有火焰腿甲、护臂、头盔等等，都是火焰套装之一。再搭配上火焰王剑，这一身行头可谓十分帅气，比当初穷酸落魄的自己强了不知多少倍。并且我已经是2转级别，这已经超过了绝大数普通人，真正踏入了高手的领域。如果杀招一出，就算面对3转强者也可一战。随后我便打算出去转一转，刚来到外面，我的背后就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好久不见啊，兄弟，你怎么在这里？”只见一名打扮得光鲜亮丽的西装男子向我走来，他笑着一边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边扫视着我那穷酸的打扮，一抹不屑之色从他眼里闪过。“兄弟，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见到这人，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男人名为杨明，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我对他却没有多少好感。在高中的时候，自己谈了一个富家女朋友，但杨明伙同另一个女友追求者阴了我，让女友和自己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那追求者也是一个富家子弟，杨明为了傍上他把我给卖了。等到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与女友也是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不过女友也看不上那位富家子弟，他们的目的最终也没完全得逞。而杨明现在之所以风光亮丽，完全都是因为傍上了那位富家大少。面对这样的小人，我自然不可能再和他做朋友。虽然杨明也看出了我此时在想什么，但是他却毫不在意，甚至没有一丝后悔。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有当初的选择，哪有现在的风光？能得到如今的待遇，别说牺牲一个朋友，就算把老婆卖了，他都认为是值得的。杨明笑了笑说道：“哥们真心是为你着想，拉你一把。李少说了，只要你在周梦面前说你配不上他，就给你一个年薪100万的高管职位。”闻言，我的眼睛逐渐眯了起来，真是可笑，想要我做这种事情绝无可能。随即冷冷地扭过头，转身就要走。“你要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杨明见状连忙叫住了我：“凌晨，你该不会是现在还在想着周梦吧？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强吗？李少又有多强吗？他们早就到了4转境界了，2个月后要参加神圣军校考核。你我只是一介平民，根本没法和人家比。他们的人生注定与我们不同。你去给李少低个头，就能拿到100万年薪，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的钱啊！”闻此，我冷笑一声：“你别想了，我可不是你这种奴才。”眼见我态度坚决，杨明也放弃了劝说。遗憾表示那真是太可惜了。这时他的秘书走上前提醒道：“杨总，黑暗之弓马上就要开始拍卖了，我们要尽快赶过去。”听闻此话，我有些诧异，没想到黑暗之弓刚出现就引起了各方势力的关注，看来杨明也是代表李佳薇这个装备来的。
他高傲说道：“这把武器我势在必得，本来还想带你去见识见识神话级装备的，既然你不同意我的话，那就算了。”听到这话，我心中只觉得好笑，这家伙居然还想带着我去看自己卖的装备，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屑地嗤笑一声，直接离开，回到了贵宾室。许柔见到我后，兴奋说道：“林先生，黑暗之宫半个小时后开始拍卖，这次来了不少的大客户呢。而有着大客户，就意味着拍卖的金币不会少，它的提成也能相应增加。因此，看着我的目光都变得炽热起来，就像是见到了一个宝贝一样。”半小时后，贵宾室的液晶屏幕上出现了拍卖会的实时情况，每个卖家的报价都会在上面出现。而黑暗之宫的起拍价为1000万金币，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万。随着竞拍开始，奥莱家族立刻就出价1100万，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飙升到了1350万。随后势头开始减弱，直到有人出价1500万，就没有人继续跟价。可在见到出价人的名字后，我顿时瞳孔一震，那赫然是李氏集团。看来这就是杨明的叫价了。见此，我冷笑一声，询问许柔自己能参与叫价吗？是李氏集团。看来这就是杨明的叫价了。见此，我冷笑一声，询问许柔自己能参与叫价吗？闻言，许柔愣了一下，迟疑道：“可以是可以，但如果是你自己拍回来，也是要付佣金的。”在得到回答后，我直接就说出了1950万的高价。之前听杨明说李家对黑暗之宫势在必得，因此我打算赌上一把，将价格提到2000万，狠狠吸一波杨明的血。听到这个价格，许柔震惊无比：“林先生，您是认真的吗？如果没人竞拍的话，就要砸在你自己手里了。”但我却没有半分犹豫，催促着许柔赶紧报价，马上要开始最后一轮竞价了。许柔见状也不再迟疑，她也不担心我有没有这么多钱，毕竟之前那1000多件装备就已经超过1000万了。在她打了个电话后，屏幕上的数字直接从1500万飙升到了1950万，这一幕直接震惊了拍卖的所有人。就算黑暗之宫再好，也不值这么多钱吧？许柔也是为我捏了一把汗。如果无人竞拍，这件成武就又要回到我的手里了，还要倒贴给交易所几千万金币。随着倒计时的开始，拍卖会也即将结束。与此同时，另一间贵宾室里，杨明此刻无比震怒，哪个该死的家伙跟我抢装备？要知道李家可是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必须要带回黑暗之宫。他们要拿这件装备帮内部一位高手提升实力，因此势在必得的给杨明准备了1500万资金。结果半路杀出一个搅屎棍，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杨明只能掏出自己的钱。如果这个差事出了任何差池，那么他将会位置不保被一脚踢开。这出了任何差池，那么他将会位置不保被一脚踢开。这500万他可是攒了好久，如今却一朝消失，令得他的心都在滴血。而另一边，我无比紧张地盯着面前的屏幕，期望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就在最后的几秒钟，屏幕上的价格骤然跳动，变成了2000万，这顿时让我松了一口气。许柔见状顿感惊讶，她实在想不通我怎么会知道一定会有人跟价的，这个价格可是比平均水平高出了700万啊！不由夸赞说道：“林先生，您真是太厉害了，您是怎么知道一定有人会加价的？”对此我神秘一笑，表示这是秘密。在拍卖结束后，许柔表示那1000多件装备价值1345万，加上拍卖的2000万抽取10%的佣金后，一共是3145万金币，这笔钱将会打入我的账户中。说完后就退出了房间。片刻之后，我就收到了这笔巨款，这下就有钱可以去买房子了。但我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交易平台，购买了一本极度稀缺的技能书《毁灭剑法》，在触发了无尽剑意后蜕变成了剑魔乱舞，技能效果能在短时间内提升200%的实力，这令得我一阵心惊。怪不得这个技能书如此稀缺，这么强大的技能没有人争抢才怪。高阶技能书提升的战斗力都是质的飞跃，有了剑魔乱舞我就拥有了越级对战的资本，提升的战斗力都是质的飞跃，有了剑魔乱舞我就拥有了越级对战的资本，并且这样的技能以后我还能再进化一次，到时候强化效果可就不是200%了，1000%都有可能。在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后，我直奔别墅区而去，直接用1000万买下了一座别墅，当场就惊呆了销售美女。看着自己的新房子，我突然心血来潮，给母亲打去了电话。电话那头的母亲似乎在做饭，切菜的声音咔咔作响，她着急地询问我跑去哪里了，电话都打不通，他们今天一整天都在搬家，一家人都联系不上我，可把她急坏了。闻言我一阵犹豫，要不要将自己买别墅的事情告诉父母？可这时突然听到父亲骂骂咧咧的声音：“小兔崽子今天搬家跑哪去了？都不知道回来帮忙。”听到此话，我的眼神瞬间暗淡下去。既然父母已经搬到弟弟的别墅里了，那自己就还是不告诉他们了。于是告诉母亲自己找了份打篮球的工作，不仅包吃包住，还签了2年半的合同，让他们在那边好好生活，有机会过去看他们。在闲聊几句后，我便挂断了电话。看着空荡荡的别墅，我内心颇为惆怅。许久后，我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想到和神圣军校的天才们争一争肯定很有意思，到时候李向前和周梦以及我那弟弟应该都会参加，自己也必须尽快提升实力才行。于是我不再浪费时间，直接离开了别墅，来到了一个秘境鬼影森林。这个2转秘境比焰火岭强大不少，里面的魔兽都是2转级别的。秘境的管理者在确认我2转的实力后给予了放心。我扫视了一圈周围，外围这里有着上百人，每个都是气息外露、霸气十足的2转高手，任何一个都有能在焰火岭上称霸的水准，但是在2转秘境里面也只能算是不入流的家伙。秘境管理者似乎看出了我心中所想，告诉我这里不只有2转的家伙，还有3转的强者。我惊讶问道：“高阶强者不是不能进入低阶秘境吗？”管理者神秘一笑说道：“有些秘境确实是有规则，但是鬼影森林却不在这个范围内，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融合的地图，2转只适合待在外围，一旦去到中心区域就是3转秘境。”管理者有些瞧不起我的实力，怪笑一声：“你一个小2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否则进去了也是一个炮灰。”然而
而我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鬼影森林是2转道具爆率最高的地方，其中可以获得一个名为剑心的道具，正好可以极高提升我的实力。见我不愿离去，管理者也不做强求，或许是有些于心不忍，便决定给我挑一个实力好点的队伍。闻言我道谢一声，便朝着队伍走去。而要想进入秘境中，必须是一个5人小队，否则无法进入，这是至高规则，无人能改。可当小队4人见到我后，脸色瞬间黑成了锅底，眼神十分不屑。管理者居然给他们分配了一个2转20级的弱者。与此同时，我也在打量着几人，从他们的气息来判断，至少都是2转50级以上的强者。自己刚进入2转没几天，与他们有很大差距。一名背着弓箭的青年十分不悦说道：“管理者什么意思？竟然给了我们一个拖油瓶！”另一名牧师也嫌弃的出言道：“这家伙才20级，完全就是一个累赘啊！”嫌弃的出言道：“这家伙才20级，完全就是一个累赘啊！”2人毫不掩饰的对我一顿羞辱讽刺，完全没把我成一回事。而队伍中的战士也是不屑的看着我，觉得不能带上我这个废物累赘。然而让他们无奈的是，没有人能够违背管理者的决定，除非我自愿退出，管理者才会重新分配。于是几人不善的死死盯着我，想要我主动退出，可我却面无表情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显然没有退出队伍的打算。几人见状纷纷皱起了眉头，但很快就思考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先带着我一起进去，再把我扔掉。他们4个人也足够在森林中闯荡，几人就这么当着我的面商量将我踢了出去，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将弱肉强食体现得淋漓尽致。毕竟这个世界本就是实力为尊，但他们这个想法也正中我的下怀。我本就想要独自行动会更加轻松，而在进入秘境之后，他们直接被朝着我相反的方向走去。等几人走后，我发动御剑术朝着远处飞去。2转道具在 BOSS 身上爆率更高，所以我只需要寻找 BOSS 击杀就行了。凭借着自己的技能，很快就能升到2转满级。2个半小时后，我来到了白骨山脉，听说这里有着一个2转满级的 BOSS 白骨将军。在这2个半小时里，我已经击杀了3个 BOSS， 只可惜都没有爆出想要的道具，就连好一点的道具都没有。倒是等级提升到了2转40级，现在这里已经是我找到的第4个 BOSS 老巢了。可就当我准备进去时，身后传来脚步，我下意识扭头，就看见了一个5人小组，为首的是一个手拿法杖、戴着蓝色巫师帽的少女，旁边还有一位2转满级的黑袍老者，身后还跟着3人，其中2人让我再熟悉不过了。那黑袍老者身后还跟着3人，其中2人让我再熟悉不过了。那赫然是我的好弟弟和搂着他胳膊的柳如烟，2人行为举止像极了一对相约探险的小情侣，看得我的内心隐隐作痛。本来是自己的未婚妻，却成了弟弟的女人。而苏菲在见到我后，冰冷的脸上顿时涌现一抹笑意。自出事之后，她就再没见过我，没想到在这里又遇见了。柳如烟一脸不屑地看着我，她现在也想明白了，我就算再怎么厉害，也只是一个剑士而已，靠自己根本不可能起来。只有林聪才是最强的，职业强，天赋高，又有大势力看重，成为强者指日可待。我像没看见柳如烟这个疯婆娘似的看向林聪，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林聪没有说话，反倒是苏菲开口笑道：“我们来这里有事情，族中长老让他也跟过来见见世面。”柳如烟见苏菲跟我搭起了话，连忙不屑说道：“大小姐理会他干嘛呀？咱们赶紧走吧，要是让人知道咱们和一个废物剑士待在一块，指定被笑话。”听闻此话，苏菲怒喝一声：“你给我闭嘴！林聪，管好你带来的女人，实在是太烦人了。”林聪急忙低头认错，拉了一把柳如烟，然后瞪了他一眼，幽怨说道：“让你别跟来，非要过来，惹到大小姐，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柳如烟被吓了一跳，立刻闭上了嘴，但还是小声嘟囔了一句：“跟一个废物剑士有什么好说的？”此时我也不想跟他们再继续纠缠，转身便打算离开。可这时一道身影突然从背后叫住了我：“小兄弟且慢！”只见一位老人从后面走出，他正是小队中实力最强的2转90级法师江东明。江东明捋了捋胡须，仔细打量了我一眼，这位小兄弟不简单呐，气息居然是2转，当真厉害，脸上满是十分欣赏的表情。苏菲闻言一脸惊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才不过是一个1转18级，这才过了几天，居然已经到了2转，这进步的速度实在惊人。林聪也是无比震惊的看着我，没想到我居然已经到了2转，不明白我一个人为什么升级这么快。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药才到的1转90级，这让他怀疑我的背后难道也有势力？可对此我却脸色阴沉，没想到这老者竟一眼看出了我的境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于是询问江东明是怎么看出来的？你身上的气息无比浑厚，锋芒毕露，我想察觉不到都难啊。江东明此时也是起了惜才之心，询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奥莱家族。闻言我陷入了沉默，看来以后的气息要收敛一点，不能过于外泄，否则就让人察觉到自己的底细。随即婉拒了江东明的邀请，表示自己比较喜欢自由自在，不喜欢被人约束。林聪见状顿时松了一口气，如果我真加入了他，还真有些难受。一旁的柳如烟则是不屑地啐了一声：“不知好歹的东西！”我的拒绝让苏菲感到可惜，如此有天赋的一个人，奥莱家族得不到手。但江东明并没有因此而可惜，反倒是关心起了我。江东明笑眯眯问道：“我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莫非在这里迷路了？”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自己的方向感还行，可以找到回去的传送阵，而且我还有御剑术，日行千里不是问题。苏菲此时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孤身一人在这里，原来是迷路了，和同伴失散。于是温柔说道：“江爷爷，我们给他一份地图吧。”闻言，江东明从储物戒指里面拿出一份地图扔给了我，我伸手接过没有拒绝。江东明从储物戒指里面拿出一份地图扔给了我，我伸手接过没有拒绝。在秘境里面有一份地图，要比我胡乱闯荡要好，也省得四处乱跑，能提高不少的效率。看向苏菲抱拳感谢，苏菲笑着挥了挥手：“不用谢，一份地图而已，我们后会有期。”江东明见我等级有些低，好心奉劝我最好尽早离开这里。走时，林聪和韩秋雅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似乎都有着冷漠感。随即5人朝着山谷内继续进发。见状我不由皱眉，他们也要去白骨山谷吗？那我就不能过去了。于是打开地图，在上面寻找了另一处 BOSS 地点。有了这份地图，就像是开了一个导航，每一个进入秘境里的人都希望获得这东西。奥莱家族真是出手不凡，对一个陌生人出手如此大方。我看了一眼上面标记的各种 BOSS， 在距离白骨山谷10几里地外找了一处 BOSS 地点。这里的 BOSS 是2转99级的强大魔兽干君一黄。
皇，只差一步就能够成为3转魔兽，成为核心 buff。我来到这里后也不犹豫，直接召唤出烈焰王剑，施展出万剑归宗，向整片丛林劈下去。一时间，地面上的那些蚂蚁魔兽尽数被一刀两断，无数道能量和装备掉落在地上。下一秒，大地颤抖，一座小山高的身影从地底钻居高，俯视着我。他看着周围蚂蚁的尸体，非常愤人怒，察觉到我的实力比他弱小，更是怒不可赦。他好歹也是堂堂2转满级的 boss， 只差一步就成为3转的存在，居然有人不怕死的来找他。我凝神的看着巨大蚂蚁，没猜错，他应该就是这里的 boss 千钧一黄，死的来找他。我凝神的看着巨大蚂蚁，没猜错，他应该就是这里的 boss 千钧一黄，2转99级的魔兽。蚁皇大吼一声，柱子粗的手臂强势镇压下来，我立即挥剑抵挡，却被千斤的力量压得半截身子陷入了泥土里。我连忙使用万剑归宗，想要将蚁皇的手臂一刀两断，然而蚁皇手疾眼快，立刻收回，谨慎的看着我。我艰难的从地里爬出来，御剑飞到天上。这一幕让蚁皇大惊失色，2转的家伙为什么会在天上飞行？但蚁皇没有展现出惧色，2只腿蓄力向天空猛地一跳，血叉大口张开要将我吞下去。突然，我身上爆发出一道强大的能量，直接将蚁皇给崩了下去，令得蚁皇无比震惊。一个2转几十级的家伙为什么能够击退自己？此时我已经在天空上用出了剑魔乱舞，能量大幅度上升，体内的气势和威压让人喘不过气。见此，蚁皇眼神凝重，他从我的身上感觉到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击足以干掉他，于是急忙俯身准备回到地下，但我不缺给他机会。巨大的万剑归宗一剑就把小山大的蚁皇给劈开，2转顶级 boss 当场陨落。屠掉一只 boss 窝后，我的等级来到了2转60级，还得到不少5颜6色的装备，以及一件橙色的装备和一个白色的物品，但是却没有我最想要的剑型。毕竟职业者专职道具要比装备更难获得，而且那件橙色的神话装备还不是剑士能够使用的。但那件灰色的道具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一本技能书，名叫千钧剑法书，名叫千钧剑法，顿时让我眼前一亮。技能书在市场上可遇不可求，每一本价值都极高，并且自己的天赋被动能够自动转化成为高阶技能，这一趟还是有收获的。就在我准备炼化技能书时，远处有一道冲天的光芒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看方位应该是白骨山谷出了事情。见此，我心下一沉，难道是奥莱家族的人遇到麻烦了？我顾不得炼化剑法，直接御剑朝那边赶去。不管怎么说，他们对自己有恩，而且弟弟还在那边。而此时的白骨山谷深处，一场大战正在爆发，无数的骷髅小兵正在围攻一个金色护盾。身高100米的白骨将军如同一座大山，挥动着手中的白骨大刀，不断的劈砍着面前的几人。白骨刀每砍一次，大地就颤抖一次，整座山谷都因此动荡不已。江东明捏皱浑身冒着金光，脸色苍白，支撑着巨大的护盾。他万万没想到白骨将军竟然进阶了，从2转90级变成了99级，直接超过了他的等级，并且技能骷髅山海得到加强，能够召唤出更高等级骷髅兵出来。林聪惊慌无比的抵挡着骷髅的攻击，急切询问现在该怎么办，再不出去他们迟早要被困死在这里。聪哥救我，我可不想死在这里。柳如烟在林聪身边大喊大叫，以他微弱的实力抵挡骷髅兵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连苏菲也是俏脸苍白，她长这么大还没遇到过这样的生死危机。俏脸苍白，她长这么大还没遇到过这样的生死危机。无数的骷髅小兵冲击着屏障，头顶上还有山一般高的白骨将军挥动大刀，这一幕好似末日景象。他的攻击奈何不得那些骷髅小兵，那些小兵们皮糙肉厚，特别是在白骨将军升级了之后，召唤出来的小兵全部都是2转级别。白骨将军每挥动一次攻击，就可以召唤出成百上千只骷髅小兵，这让5人陷入了苦战，无法离开此地。江东明叹了口气说道：“小姐，是我对不住你，不该带你来这里的。老夫就算拼了这条老命，都要把你给送出去。”柳如烟在一旁绝望地朝江东明大喊：“老家伙，有什么招赶紧用吧，防护罩就要破了。”这时候也不管他是什么奥莱家族的人，毕竟狗命要紧。苏菲恨恨地看了一眼柳如烟，自己就不该带他来这里的。而此时江东明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送其他人出去，他要燃烧生命，在短时间内获得强大的力量。苏菲见状，眼泪流了下来，不想看到江东明去送死。然而江东明身上已经出现了红色火焰，没有任何温度的在燃烧躯体，燃烧着他的生命。尽管苏菲想要扑灭这团火焰，却怎么都做不到。林聪脸色复杂，没想到这位老人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救他们离开。就在几人面临绝境的时候，奇怪的声响从山谷外面响起，众人第一时间向外看去，却被外面的场景陷入了震惊之中。就连实力最高的江东明瞳孔地震，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只见一道无比庞大的剑气从山谷口展出，后面又接连几道剑气出现，剑气所过之处，骷髅小兵纷纷化为灰烬，剑气纵横越来越多，遮天蔽日，整座山谷都是漫天的剑气。在银色剑气里面，一道身影踩着长剑随风而来，风姿绝世，宛若神明。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无比震惊，鬼影森林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位强者存在？江东明活了大半辈子，经历战斗无数，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场景，没有见过哪一个剑士会有这样的手段。这时一道惊呼声突然出现，剑神，是通关焰火岭的那位剑神。林聪想起了这个景象，剑神的强大他这辈子都忘不掉，近距离见到剑神出手让他无比激动。苏菲痴痴地看着那道身影，他们的运气真的很好，居然能够碰得到剑神出手。面前的这一幕与当初闯荡焰火岭的时候是多么的相似。不一样的是，剑神似乎变得更加强大了，满天的剑气袭来，骷髅大军一瞬间就被扫荡干净。那道身影距离他们越来越近，几人屏住呼吸，想要看清楚剑神的真容。可当见到剑神的真容后，众人顿感震惊，愣在原地。居然是他，老哥凌晨！江东明身躯震动，难以置信，那个人居然是之前见过面的小兄弟。林聪浑身发抖，剑神为什么偏偏是自己的哥哥？这样一来，自己岂不是从开始就输了？柳如
如烟哑，瞳孔巨震。他不敢想象我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剑神。根据剑神刚出名的时间算，我就是在退婚的第2天大放异彩。韩秋雅眼里露出恶毒的神色，他这是什么意思？故意羞辱我吗？我吗？真的是他？苏菲捂着小嘴，他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怀疑我是剑神，这下真的验证了。众人都懵逼了，明明记得我的实力只不过是一个2转的家伙而已，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江东明苦笑连连，老了不中用了，有眼不识泰山。现在想起来，他就觉得自己十分可笑，居然让剑神赶紧离开这里。不过现在看起来他们算是得救了，于是便停止了生命献祭。在进入山谷之后，我并没有在几人面前停下，注意力都放在了白骨将军的身上。怪不得以江东明的实力能够被困在这里，原来是白骨将军进阶了，已经不是外围 BOSS。不过既然进阶了，那就意味着爆率也就提高了不少，能拿到剑心的概率又增加了，令得我心中一阵火热。随即我就施展出了万剑归宗。此时的我宛若一个神明，脚踩巨剑，身边无数剑气相随，无数剑气合一组成一道上百米的巨型剑气。苏菲满脸兴奋地看着天上的我，只感觉我太帅了，帅到没边。江东明连忙运转护盾保护好几人，生怕被战斗波及到。只听我轻喝一声杀，下一瞬身边的巨剑直奔白骨将军而去。那巨剑遮天蔽日，山谷里面都是剑气的痕迹，而且一些小剑气还在不断的增加，甚至比骷髅士兵还要多。那高达100米的白骨将军直接被一剑打残，身躯爆裂。我的装备和实力都比之前强大了不少，手上还拿着神话装备火焰王剑，比之前的白剑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还拿着神话装备火焰王剑，比之前的白剑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还有一件铂金套装，攻击力的叠加已经上千，一剑就能打掉白骨将军1/3的血量。这一招给人的视觉效果极其震撼，威力强大的技能苏菲不是没有见过，但她还是第一次看见剑士技能这么震撼人心。然而林聪却一脸不甘心，甚至是绝望，只因我的强大超乎了他的想象。江东明也是看得目瞪口呆，我展现的强大再次出乎了他的意料，太惊艳了！这位年轻人简直是无与伦比。他见过无数的天才，但是像这样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其强大的实力着实让他震惊不已。那个让他们陷入绝境的白骨将军，此刻在我的进攻下已经显出疲惫，召唤小兵的技能已经使不出来了，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无法有效反击，唯一的血条优势也在漫天剑气的进攻之下一点一点减少，用不了多久，上千滴血的血条就要到底了。白骨将军不甘的大吼，升级没多长时间就要倒在这里，他实在不甘心。杀内剑，白骨将军脸上空洞的五官从里到外散发出穿天的白光，浑身爆发出来的能量一时间竟然直接将我给逼退。见此我眉头紧皱，为什么快死的白骨将军还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苏菲掩住小嘴惊呼不已，怎么感觉白骨将军的能量好像变强了不少？江东明死死盯着白骨将军，心神不宁，眼里闪过抹不可置信。坏了，他进化成3转 BOSS 了！只见白骨将军浑身散发耀眼的白光，如同另一轮皓月将方圆几十里照亮，光滑的白骨上缓缓出现了一层皮肉组织，血色肌肤十分可怖。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见此一幕，我面色凝重，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只见白骨将军浑身上下已经没有骨头了，取而代之的是红色的组织，像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看上去极为恐怖。江东明眉头紧皱，有些疑惑，为什么会没有皮肤？按理来说，白骨将军进化成为3转之后，就会成为一个100米高的蓝色巨人，但面前却是一个红色的血肉巨人。一瞬间，他就想到了一个可能，难道说他没有完全进化，而是只进化了一半，变成了半步3转？念及此，江东明眼睛发亮，猛地一拍手，这就对了，想要成为3转何其艰难，哪有说突破就突破的？人类成为3转尚且需要特定的道具存在，魔兽更需要特定的道具，他没有道具，所以无法真正进入3转，只踏入了半步。但江东明仍旧接连叹气，虽然白骨将军只进化了一半，但他所拥有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2转了，自己就算是使用献祭也别想伤到他。半步3转让他属性提高了不止一点，力量、速度、敏捷等等都大幅度提升，就连血量也从见底直接回满，这也导致我之前所做的全部变成无用功。林聪双脚一软，不听使唤的瘫软在地。天呐，运气怎么会这么背？他居然进化了！柳如烟一脸绝望，脸上毫无血色，呆呆的说不出话。苏菲被吓得小脸苍白弱弱的拉了拉江东明的衣角，江爷爷，你说剑神能打破他吗？江东明神色凝重，难说，白骨将军虽然没完全进入3转，但也是半只脚踏入了，远非2转能够相比。剑神虽强，但只是2转境界，恐怕难以匹敌。听闻此言，苏菲有些绝望，眼巴巴地看着天上的我，难道我们要葬身在这里了吗？与此同时，虽然我也面色凝重，但却并未透露出多少担忧。白骨将军临阵突破，让我万万没有想到，但这也激起了我无尽的战意。和一个准3转强者交手，我梦寐以求，当即将各方面的技能都开到最大，剑魔乱舞调整到最大的功率，自身能量膨胀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白骨将军冷眼盯着面前的我，仿佛在看一只蝼蚁一样。虽然他还没能完全跨入3转，但也不是他一个2转的家伙能够匹敌的。白骨将军手执近100米大刀，直直朝着我劈下，这一刀开山裂地，势不可挡。我举剑奋力抵挡，无奈这一刀是大力沉，直接将我砸入地下，地面剧烈颤抖，一分为2，直接劈出上千米的地面裂缝。见此，
江东明瞬间面无血色，刚才那一击打碎了他所有的幻想。剑神虽强，但也做不到跨境战斗，不仅落后了 BOSS 几十级，面对的还是一个一只脚踏入3转的 BOSS。看来我们这次在劫难逃了。此时我在地底感觉浑身的骨头都要碎了，这是我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创，吃力的爬起，再次升空。苏菲见我的身影出现一颗心，也是悬了起来。剑神还没死，他还能战斗。我再次施展出万剑归宗，所有的能量都聚集起来，化作一把100米巨剑，散发出来的能量狂暴无比，周围的杂兵们扛不住，直接灰飞烟灭。下面几人要不是有江东明法术护盾阻挡，恐怕也会被这余威给杀伤。我驾驭这巨剑朝 BOSS 急速刺去，白骨将军诡异冷笑，举起手中长刀与巨剑硬碰硬对战，两股强大的力量碰撞在一起，以我们为中心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方圆1000米之内所有东西都被横扫一空，距离很近的小兵粉身碎骨化为能量，强大的力量相撞，产生出耀眼的光芒。下面几人眯着眼睛透过护盾观看战况，苏菲心中无比担忧紧张地为我祈祷，而柳如烟已经被死亡的恐惧折磨得心神憔悴，朝着上方疯狂大喊：陈哥，你一定要赢啊！我不想死在这里，我发誓要是出去了，我绝对嫁给你。林聪见状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柳如烟，心里对这个墙头草产生了极深的厌恶，想不通林家是怎么和韩家搭上关系走到一起的。不过当下最要紧的还是哥哥的战斗，这关乎着他们的生死存亡。然而此时我已经到了极限，开始力不从心，纵使有各种技能加成，但与半步3转 BOSS 还有极大的差距。反观白骨将军依旧游刃有余，似乎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支撑着他，没有一点点颓势。最终两股强大的能量碰撞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我就像是泄了气的气球被炸飞出去，重重落在了一座山丘之上。白骨将军剧烈的喘着粗气，虽说赢了这场战斗，但他能量也消耗了大半。他看着我，眼里的震惊不加掩饰，没想到能够碰到如此强大的敌人。以2转之姿硬汉即将成为3转的自己，念及此，白骨将军眼底闪过一抹狠色，此人绝对不能留，要是以后让他成长起来，自己必死无疑。随即一步步朝着我走来，准备将我吃掉以绝后患。江东明苦涩一笑，长叹了一口气，还是输了吗？虽然自己已经活够了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但遗憾的是带苏菲来到了这里，年纪轻轻却要丧生在此。本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这里，而是另一处地方，只不过路过白骨山谷，听闻白骨将军能够爆出法师物品，苏菲心血来潮嚷嚷着要过来杀怪。江东明本以为能够轻松打败 BOSS， 没想到却失算了，还搭上了无辜之人的性命。只见白骨将军抓起了重伤的我，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吞下。见此一幕，苏菲绝望大喊不，然而我已经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他吞掉。但突然耳边响起一道声音：是否学习千钧剑法？此时我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听到这一句话，我没有任何犹豫，说出学习。叮，激活剑仙隐藏职业并触发被动无尽剑意，千钧剑法蜕变为一剑封喉，主动效果致命杀招，释放时悄无声息斩杀10米内一切敌人。我虽然意识模糊，但这些话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明显是一个刺杀技能，不过有着缺点和范围限制。看着越来越近的 BOSS 心一横，准备在距离最近的时候一剑封喉，给 BOSS 来一个出其不意。林聪此时浑身颤抖，看着这一幕，他的亲哥哥要被魔兽给吃掉了，而且就在他的眼前，他却什么也做不了。纵使他嫉妒哥哥的强大和能力，但终归是亲兄弟，危急关头亲情大于一切。柳如烟发疯似的鬼哭狼嚎，死亡的恐惧让他崩溃了。谁能救救我？快来人啊！谁要是能救我出去，我就嫁给他。苏菲慌忙地扯着江东明的衣袖，小脸十分着急。江爷爷，你快救他！江东明苦涩摇头，不行的，周围的白骨兵太多了，我要是出手的话，护盾就消失了，顷刻间就会被白骨兵淹没，来不及出手，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苏菲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闻言，江东明眼里露出一抹坚决，没办法了，看来我只能再次使用陷阱了。这次大难责任在我，没理由牵扯无辜，要死就让我去死吧。说着，江东明的身体再一次燃烧火焰，已经有了赴死的决心，准备葬身在这里。可突然间，远处巨大的响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只见白骨将军不知为何突然倒地，死状极惨，尸首分离。我艰难地爬起身来，看了一眼死不瞑目的白骨将军，心中为新技能的强大而震惊。刚才自己在快被 BOSS 吃下去的瞬间，发动了一剑封喉，一道锋利无比的剑气悄无声息出现在 BOSS 脖颈。BOSS 对此丝毫察觉不到，根本想不到危险已经悄然来临，没有丝毫的阻挡就被干掉。我不由感叹，幸亏自己之前获得了这本技能书，要不然还真的要在这里陨落。虽然一剑封喉是一个好技能，杀人无声无息，就是范围小了些。众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幕，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那小兄弟做的吗？没见他动手啊，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还有人在帮我们？江东明整个人惊疑不定，难道是小兄弟还有什么后手？随着白骨将军的死亡，周围小兵如潮水逝去。我艰难起身，扫视着 BOSS 爆出五颜六色的装备。2转满级级别的 BOSS 爆出的装备十分珍贵，五颜六色的装备应有尽有，最低的都是蓝色层次的。最让我激动的是一个特别的白色装备，那正是我心心念念的道具剑心。我高兴的直接收入囊中，周围的其他装备也被我尽数收下。这个剑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的技能本来就是毁灭级的存在，在进化升级之后，伤害更加难以想象。下方的江东明双手抱拳，一脸尊敬的朝着天上的喊道：多谢小兄弟救命之恩。老朽老眼昏花，居然没有认出来小兄弟是大名鼎鼎的剑神，奥莱家族必定会好好报答你。江东明满是真诚，毕竟对于强者，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如果不是我，他们几个有90%的概率会死在这里。
苏菲满脸崇拜地盯着我，嫣然一笑，多谢剑神救命之恩。而林聪和柳如烟就这么直勾勾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扫视了他们一眼，一句话都没说。之所以救他们，纯粹是刚好碰见，一句话都没说。之所以救他们，纯粹是刚好碰见。而且苏菲给了他一份地图，正好报这个恩情。不必了，多谢你们的地图，有缘再会。说完后，我直接御剑离开，速度之快让人反应不过来。我离开之后，苏菲收回了目光，冷冷地盯着柳如烟。林聪，你给我带着他滚！苏菲可不会忘记，在刚才的关头，柳如烟是怎么说江东明的。而林聪也早就看这个女人不顺眼了，简直就是个拖油瓶。和她在一块，自己得少活2年。他已经决定了回去就退了这门婚约。对不起，大小姐，我这就带她走。随即一脸阴沉地走向柳如烟，任凭她如何撒娇呼喊也无动于衷。林聪带走柳如烟之后，苏菲看向江东明，江老，我们快赶过去吧，魔鬼三角域那边应该要开始了。与此同时，我在离开白骨山谷后，来到一处没人的地方坐下，借着月光打量着手中的剑心，准备现在将其融合。要知道，职业者专属道具那可是价值连城，就算剑士这个职业非常冷门，他的专属道具也是价值连城。人们都知道剑士这个职业是个吞金巨兽，需要用钱堆，而职业者专属道具就是一门大消费，只有顶级的势力才能培养出来一名强大且合格的剑士。拥有专属道具的职业者比同职业的人要强大很多倍，有了这东西可以说是同职业无敌。在炼化剑心之后，我打开了属性面板，人物凌晨，职业剑士2转，等级 LV60，体能300+300，力量250+250，智慧120+120，250+250，智慧120+120，敏捷110+110，技能万剑归宗，十方剑意，御剑术，无尽剑士，剑魔乱舞，一剑封喉，无尽剑意等级提升 LV2，领悟剑道奥义剑心，领悟剑心提高剑道技能的伤害破甲提升20%。我震惊地看着属性，炼化剑心之后，没想到让自己的各种数据都翻一番，直接提升了2倍。怪不得职业专属道具如此吸引人，原因在这里，同等级属性比别人强大2倍，感觉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在体内运转。这力量让我的修为直接提升了10级，成为50级的2转，这再次让我震撼不已。没想到职业专属道具还有提升修为的能力，让职业者事半功倍。境界越高，后面越难以提升，一个道具就能提升10级。职业专属道具为什么如此抢手？原因就在这里。但最让我诧异的还是无尽剑意居然也升级了，一个被动怎么也能升级呢？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自己一直在使用技能，被动不断的使用。这次鬼影森林之行直接干掉了4个 BOSS， 每一次使用之后，无尽剑意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每使用一次就会更加流畅运转自如。现在刚好吞噬了职业专属道具，让被动来到了一个临界点，直接突破。更让人惊讶的是，还领悟了一个剑心奥义，不仅提升攻击，还提供穿甲。我运转气息，几个白色的剑气立刻在身边出现，控制起来灵活自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仿佛像是自身生长出来的一样。随后我轻轻一挥，一道剑气直接冲出去，将一座大树拦腰砍断，剑气锋利无比，威力十足。见此我无比激动，冲出去将一座大树拦腰砍断，剑气锋利无比，威力十足。见此我无比激动，这奥义还真是厉害。提升剑道方面的伤害，还忽略20%的护甲。我的技能伤害本来就恐怖，再加上这样的增益，有哪个 BOSS 能挡得住我的伤害？并且在控制剑气更加的灵活后，使用万剑归宗那样的大范围伤害技能时，几乎一个念头就能够使出来，作战的效率大幅度提升。别人还在掐诀念咒的进行技能后摇，我的技能已经到了别人的脸上，一个剑心直接让我的综合实力提升了1大半。随即思考着接下来哪里的升级速度是最快的，再打开了江东明送给自己的地图，我的目光瞬间锁定了一个地方，那是鬼影森林的中心位置，魔鬼三角域。想要快速升级，最快的办法就是在生死磨练中历练自己，那里是鬼影森林外围最核心的地方，里面最强大的是一个快进入3转的 BOSS 烈焰恶灵，他是3转 BOSS 之下的最强者，这样的 BOSS 以一己之力或者是一个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战胜，唯一的办法是集结数个家族或者是工会集团的力量联手才有可能战胜。如果我杀掉里面的所有魔兽升到满级应该是可以的。随即就御剑朝着魔鬼三角域飞去，一路上我都是在赶路，路过有 BOSS 的地方顺便斩杀了一下，等级也提升到了2转60级，可我却没有丝毫的高兴，反倒是连连摇头，这才是2转而已，升级的速度居然这么慢，要是到了后面真不知道升级速度会有多慢。路上干掉的 BOSS 区域加起来里面的魔兽已经超过了上万，而这上万的魔兽经验也只提升了10级而已，怪不得大部分的人一生都卡在2转提升不上去，原来是升级的速度太慢了，晃悠了一辈子也就是在2转待着，一个是杀怪难，一个是经验少，只有顶级的势力才能培养出强者来，普通人家别想诞生出强者，干地都难。这让我十分庆幸自己的觉醒天赋是增幅和大范围伤害，可以轻松的灭掉 BOSS 和小兵，要不然一个一个杀别想升级。而这也是为什么法师是世界的香饽饽，就是因为他们的攻击是大范围伤害，刷地图清怪很快。念及此，我不由为自己的强大天赋失笑，嘿嘿嘿，果然天赋强大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啊。可此时一道不善的声音从我耳边传来，喂，你在笑什么？说话的人是一个面皮白净的胖子，眼神十分不善的盯着我，他站在我的身后，认为我是在嘲笑他。我淡淡回应道没什么，想到一些好笑的事情而已。随即
即打量了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这里是魔鬼三角域外围的一个简易交易所，里面人数极多，各种拍卖的声音络绎不绝。此处名为魔鬼集市，是很多家势力联手打造出来的，可以给鬼影森林里面冒险的人们提供场所来休息。打量完后，我目光看向了身边的4位队友。来到魔鬼三角域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我加入了一个小队。这个胖子就是我的队友之一，胖子名叫邓泽，他一脸好奇地看着我，什么好笑的事情？给我说说。面对胖子的追问，我十分无奈地摊了摊手，表示真没什么。这胖子哪里都好，就是有些话痨，一说起话来就停不下来。但不要看着他是个胖子，他也是一个2转40级的高手，职业上也是非常强大的肉盾战士。40级的高手，职业上也是非常强大的肉盾战士。肉盾战士就一个好处，就是血多能抗的时间久，他只要站在那里不用自己动手，就能把敌人活活的给耗死，根本打不动他。邓则是一个乐天派，性格挺好的，凌晨倒也喜欢和他待在一起。这时一位身材壮硕的战士走了过来，你们2个在聊什么呢？高大威猛的战士也是小队的成员，名叫金瑞，他身穿中世纪那样的银皮铠甲，左手拿盾，右手持矛，看上去威武霸气。邓则脸上一阵抽搐的看着金瑞，又穿着你这一身装备来炫耀了。金瑞咧嘴一笑，嘿，你怎么知道？说着将自己的盾牌和长矛都放在了2人面前，我让你们见见世面。这个光明盾牌是2转级铂金阶的装备，还有这个光明长矛也是铂金阶的装备，还有我这一身也是铂金阶装备。金瑞拍了拍身上的银色铠甲，一脸自豪。邓则表情生无可恋，大哥你都说了1万遍了，我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我笑着摇了摇头。金瑞也是一个极品，逢人就喜欢炫耀自己一身的铂金装备，生怕别人不知道。突然一道声音从远方传来，金瑞你又在炫耀装备了啊！只见2道亮丽的身影从集市深处而来，为首的人是一位约莫30岁的女子，她脸上虽然挂着笑，但周身散发的寒气没有人敢接近，背后还有一把寒冰大刀射人心魄。她身后还有一名少女拿着法杖，穿着法袍，少女神色倨傲，看向我和邓则的眼神极为不屑。他们2人就是小队的最后拼图。身后有一把大刀的女子名叫赵秋寒，乃是室内职业者学院的2转老师。职业者学院是室内有名的一所武道大学，排名全国100强，实力雄厚，有名的一所武道大学，排名全国100强，实力雄厚。赵秋寒身后的少女名叫江淼，是职业者学院的天才学生，也是赵秋寒的学生，年纪轻轻就已经是2转的修为。而江淼眼中不屑的神色，我早就察觉到了，对此我笑笑没有说话。理解天才都是心高气傲的人，无论见谁都是这副模样。赵秋寒来到面前，看着我和邓则露出欣赏的神色。我俩的年纪不大，和江淼差不多，年纪轻轻就进入了2转的领域，一下子就让赵秋寒升起了爱才之心。小林、小邓有没有兴趣来我魔下？我保你们进入职业者学院。赵秋寒开出的条件极为丰厚，职业者学院每年都有不少的学子报考，但都被刷了下来。实力、天赋、心性都是考验内容，能进入学校的少之又少。但我的目标是进入联邦神圣军校，于是随便找个借口搪塞了过去。谢谢赵姐，我还要讨生活呢，一家人都要我去养，没时间去上学。而邓则同样拒绝了赵秋寒，表示自己喜欢自由无拘无束才是最好的。赵姐的好意心领了。赵秋寒遗憾的摇头，2个好苗子居然拒绝了自己，白瞎这么好的天赋在他们身上。于是不再讨论这个话题，开始说接下来的行动。我们这次分到在了皇甫集团麾下的侧翼军里面，酬劳是每个人1套铂金装备，你们有什么意见吗？赵秋寒盯着3人，邓则闻言顿时眼前一亮，立刻点头表示没意见。毕竟1套铂金装备的价值可是很大的，很多的1转强者就算升了级，还是穿着1转的装备，加上装备的爆率本来就不高，需要不断的进秘境才能获得的装备，加上装备的爆率本来就不高，需要不断的进秘境才能获得，但这样风险极大，一不留神死在里面可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装备也是十分抢手的东西，有些强者会专门打低阶小怪拿爆出的装备去卖。邓则的身上就穿着一件1转阶的铂金装备，而且还是个残次品。金瑞一直向他炫耀，恨得邓则牙痒痒，也想弄一套装备，而金瑞则是无所谓的点了点头。他已经有了1身铂金装备，再多1身可以拿去卖。我也点下头没有反对。我的目的并不是什么铂金装备，而是升级。铂金装备在我眼里算不上什么，之所以加入赵秋寒的队伍也是有原因的。抵达魔鬼三角域的时候，我发现事情有些不对，这里正在策划一场大型的行动，2转顶级 BOSS 烈焰恶灵被人盯上了，而且是一群人盯上了。以皇甫集团为首的几大公司和工会要在最近组织打团猎杀这个2转顶级的 BOSS。几个势力作风极为霸道，直接封锁了整个魔鬼三角域，没有他们的允许禁止入内。我本打算强闯，却发现居然有好几个3转级别的强者镇守，立刻打消了主意，选择加入一个团队混进去。3转强者目前我还没有把握对付，毕竟隔着一个境界，就算是自己引以为傲的技能也未必伤得了他们。到了3转属性会有质的飞跃，远不是2转可以比肩的。我打算时机到了之后直接出手，来一招螳螂在后，把几大势力都给阴了，夺取最后的胜利果实。赵秋寒见所有人同意，欣然一笑，那我们赶紧动身吧，准备进入魔鬼三角域加入侧翼军。说完，赵秋寒率先朝着魔鬼三角域走去。魔鬼三角域加入侧翼军。说完，赵秋寒率先朝着魔鬼三角域走去，其他人纷纷跟在后面。鬼影森林深处荒凉而贫瘠，并没有树木，黑色的火焰燃烧着大地，并且具有灼烧效果，不断的扣除血量。只有2转级别的人才能够安然无恙的站在这里，1转的人无法抵御黑色火焰，一旦踏入很快就会形神俱灭。赵秋寒解释，这里本来是有森林的，不过烈焰恶灵来了之后就变成这样了。他对我有很大的兴趣，眼里的欣赏之色丝毫不掩饰。闻言我感到惊讶，原来这个混合秘境是后天生成的，不是先天存在的。在通过封锁进入魔鬼三角域后，几人站在一处山峰之上，向下望去尽是红色的眼睛，像是隐藏在黑暗的幽灵。那些幽灵赫然是魔鬼三角域特有的妖魔魔灵，每个拥有着2转的恐怖实力。
他们浑身燃烧着黑暗的火焰，拥有黑暗系和火系双属性的魔力。黑暗系能够让他们拥有不死之身，不将其杀得彻底，就能不断的恢复，重新战斗。火系的魔力让他们拥有伤害爆表的力量。两种能力的魔灵让他们的实力每个都无限接近之前的白骨将军。更加令人害怕的是，魔鬼三角域里的魔灵数之不尽，像是无穷无尽一样。他们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眼望去尽是魔灵。江淼注意到我的神色，眼神不屑说道：“你害怕了？”他是一名火系魔法师，一身火红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一根魔杖。我瞥了他一眼，近距离看上去这女人倒也有些姿色，肤白貌美，青丝垂落腰间，但这性子实在是让人喜欢不起来。我没有理会这个小妞不想与她一般见识，估计是被家里宠坏了，不知道外面的险恶。现在不必跟她逞口舌之快，自然有人教训她。江淼看到我没有说话，认为证实了自己的想法，眼中的不屑之色更加浓郁。他一直在抱怨老师为什么会将我和邓泽招进来，一个肉盾，一个废物剑士。邓泽能稍微好一些，能抗住伤害，但我又有什么好的？众所周知，剑士是最垃圾的职业，没人看得起。血少，攻击力低，不经打能有什么作用？老师居然还想把这小子招进来，学院是怎么想的？最气人的是，这俩货居然都拒绝了，好像是他们看不上学院一样，真招人恨。江淼一脸忧愤，站到一边，不和我们站在一起。邓泽好像对江淼有点不一样的情感，嘴巴贴近我的耳朵，悄声道：“你别和这妮子一般见识，她没有坏心思，就是眼界高，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闻言，我眯着眼睛问道：“你喜欢她？这么帮着她说话？”邓泽肥胖的脸涨红，急忙否认，但眼睛却一直瞥向江淼那边，轻咳一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句不好听的，兄弟，你也知道外面剑士的名声不咋地，我还好，是一个肉盾，血后精打，一会打起来，你不要像个愣头青往前面冲，在后面装样子就行，混就完了，命才是最重要的。邓泽一副过来人的模样，虽然话有些伤人，但实实在在的在为我着想。邓泽狡黠一笑说道：“打起来就让金瑞这个傻大的顶在最前面，你和我在后面划水就行。”闻言我笑了笑，这胖子看起来憨厚，但心眼比别人多了不少。江淼就站在不远处，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心更加的作呕加不屑，当即就开始嘲讽：“两个男人真是胆小如鼠，都这么没有出息，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磨磨唧唧，真不是一个男子汉。”我和邓泽笑了笑，没有理会。小姑娘懂什么？在社会上混命才是最重要的。这时一旁的赵秋寒收到讯息，神情凝重，接到通知，今天就要开始行动。下一秒，一大批的人影从后方出现，人数众多，地面都在颤抖。邓泽震惊地看着来人，这就是几大势力的力量，那是一个职业者军团啊！这支军团的人数高达上万，军团最前方的是战士职业的士兵，包括骑士、肉盾等等，他们在最前面充当前排来面对一线的攻击和防御，后面站着的是法师、牧师、弓箭手等等远距离作战的职业者，他们的任务是攻击、回血、叠加 buff 等作用。军团就像是人肉城墙，缓慢向前推进。这一幕当场震撼了5人，赵秋寒不由得赞叹，不愧是大势力的底蕴，出手就是不凡，这样的力量拿下魔鬼三角域绰绰有余，烈焰恶灵恐怕也要被斩于马下。金瑞许久都没有回过神来，暗暗赞叹财阀的力量果然雄厚，上万人的一转大军实属罕见，而且每个人的实力都与他相差无几，甚至比他还要强大，并且他们身上居然都穿着铂金装备。金瑞一阵惊呼，他那引以为傲的铂金装备在财阀面前算不得什么，一抓一大把。邓泽问道：“不是听说有3转强者也参加了这次的战斗吗？他们在哪里？”对此，赵秋寒神情严肃地看向天空说道：“在天上。”抬头望去，果然在天上看到了一道道的人影，那些身影都看不见面孔，周围散发的气息就让人感觉强大无比，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照亮他们的身影，可以看到那些人冷漠的面孔犹如君主般睥睨天下。这就是3转强者。我眼神炽热看着天上那群人的身影，3转强者的压迫感太强大了，个个都能不借助外物就在天上飞行，这并不是特有的技能，而是体内的能量到达一定程度，可以和重力抗衡，控制身体悬空。而我还需要借助技能飞行，但他们不需要技能就可以自由飞行，这样的能力就是3转强者的实力体现，也是3转强者最好的证明，只有3转以及3转以上才能做到。然而赵秋寒摇头告诉几人，3转强者不会出手的。虽然3转强者能够轻松干掉魔灵，但是因为至高规则的存在，不会有装备爆出，高等级干掉低阶魔兽不会爆出装备，除非干掉 BOSS 级别的妖兽，如果他们出手会损失一大笔经济，必须是同级别的干掉魔灵才可以爆出装备，高阶的不行。闻言我暗暗点头，我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设定，看来不上学一些规则都不知道。随后赵秋寒准备带着几人去往侧翼军队，也已经有不少人在那了。只见在军团的周围还有2路人马，分别是左翼和右翼，5人被分在左翼人马的队伍里面，两方人马负责军队两侧的安全。左翼那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比起纪律严明的军团，左翼人马乱哄哄的，就像是在菜市场一样，像是一群乌合之众。突然，一道冷漠的声音在5人背后传来：“你们是在左翼还是右翼？在这里站着干嘛？还不赶紧去队伍里！”望去后见数十人路过这里，一位黑袍中年人见5人在队伍外面，不由得冷声呵斥。在这群人里面有一女子被人团团围绕，众星捧月似的围在中间，被人呵斥。金瑞顿时大怒，想要张口骂回去，却被赵秋寒及时拉住，提醒道：“别惹事。”中间的那个女子是黄甫家的大小姐黄甫月。金瑞大
大惊自己差点闯下大祸，他一个平民根本惹不起大势力。身旁的邓泽两眼发光，差点就要流口水，一直在打量着黄甫月。黑袍中年人见他们不说话，脸色瞬间阴沉起来。没听见我的话？你们都是聋子吗？赵秋寒上前一步回答道：“我们是左翼的人。”黑袍男面色顿时一变，左翼，那就是我们黄甫家下面的人，一群废物还不赶紧去集合，愣在这干什么？被辱骂是废物，赵秋寒也忍不住了。黄甫家的人欺人太甚，看不起他们。顿时身后的冰刀寒气四散，浑身上下散发出冰冷的气息。黑袍中年人见状不屑一笑：“怎么还想动手？一群废物！”黄甫家数十个高手面色不善，厉色盯着五人战斗一触即发。